他直接就拿我的頭這樣子因為那個力度太大了，他是直擊腦門，然後我真的暈掉去了。本來我是想放棄，是這個天才兒童他感化了我。那個孩子他發了很大通脾氣之後，他出去外面，大家冷靜了5分鐘之後，他回來，他第一句居然跟我說的是 sorry 對不起。歡迎繼續回到我們的妹妹頭，我是眼力現金，我是拉斯達妹妹，耶！今天呢，我們有我們美麗的老師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是特殊兒的鋼琴老師 Carol， 歡迎你，歡迎來到我們的節目 ，Hello， 大家好。你自己本身也沒有是特殊兒的孩子，為什麼你會想要成為特殊兒的鋼琴老師呢？其實是在機緣巧合之下，坦白說我自己真的不會去找一個特殊兒來教。因為太難了嗎？真的會很有挑戰，这很挑戰。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对，就是在接觸第一個特殊兒之前，我也完全沒有自閉症孩童的一個概念，不知道是什麼，沒有那個環境讓你去了解，對，也沒有環境，也沒有接觸過，也沒有任何的一個知識點讓我知道什麼是自閉症，什麼是特殊兒。所以呢，其實是在機緣巧合下，因為有一個天才特殊兒童呢，因為他的鋼琴老師必須出國深造了，所以呢，對方的媽媽呢才找上我去嘗試教導他的孩子特殊兒。這樣子，其實那個時候我非常的沒有信心，因為我沒有教過，而且還是天才，怎麼辦啊？那時候我就是硬着頭皮，對，還是先去接觸看看怎麼樣，然後才想辦法吧，這樣子。那你講他是天才嘛？然後為什麼讓你覺得沒有信心？有什麼方面的一個挑戰嗎？首先，因為他是天才的特殊兒，其實他彈的比我還好手指比我飛得還快那個時候，我就是很靈活，很靈活。然後其實我自己也是正統的古典鋼琴的那個制度出來的老師，但是我看見他的 Oh my God， 我可以教他嗎？我自己也是懷疑自己很久，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自我懷疑，而且呢我也不懂得怎麼跟他溝通，因為他可能在語言上表達還不是那麼的強，所以呢我就怎麼辦呢？我應該怎麼跟他對話啊？告訴他他彈錯了什麼音符，我應該怎麼跟他說呢？直接說不能嗎？因為他彈得很快，他可能一動到那個鋼琴他就投入進去了。對，他投入進去，然後我切入不到一個點去說，你停下來聽我說一下，你這個音，特殊兒他有一個自己的世界，對，他正在做的一個事情了。如果你中途打斷話了，他可能會發脾氣，對，會發脾氣或者會有一點情緒，這樣子就是可能他不太能接受說，因為可能你搞亂了他的 system， 他可能又要再從頭再做過一次。我覺得我像特殊兒童對，為什麼？因為我每次在創作或者是我在剪輯的時候，還是我在寫任何的東西的時候，只要人家打斷我就想罵人了。对，因為你懂嗎？你的那個靈感完全是跑掉了，不知道去了哪裡，然後找不回來的。對，我非常理解你剛才講的那個東西。是因為要老師接受你為學生，你才這麼說呢？老師，你可以教我彈鋼琴嗎？可以。對，也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所以我也掙扎了很久。我到底什麼切入點呢？我要讓他怎麼停下來呢？所以在跟他溝通方面這一個事情呢，我真的研究很久，然後學習很久。當然也是要感謝他的媽媽，就是在旁邊，對，給我信任，也給我很多 advice， 所以呢，漸漸呢，我就增強了我的自信心。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看大概有3到6個月之間吧，直到1年的時間，我覺得我跟那個孩子的溝通上有慢慢進步了，就是慢慢抓到他的點了，要怎麼樣讓他知道那一個地方你彈錯了，然後我要怎麼糾正你，可是糾正他也要有一個技巧去糾正，預先在那一個譜上面寫好了他要彈的那一個因為我們有指法，比如說這個1，這個2、3、4、5，就是說可能他用的指法不太对，就是可能因為他有的時候可能只用2根手指或3根手指拋而已，那其實有的時候那個手型很難去轉，對，手型或者是一些左手技巧的東西呢，可能他
可能他比較平手，可能需要他彎一點的時候呢，提前在那個譜上面先寫了，就在對應的地方先寫了，然後呢先告訴他今天你的譜有這個東西，先讓他知道了。如果突然切入的話就不要，又或者你自己演奏一遍給他聽给他看。因為如果我以前老師這樣教的嘛，如果我這樣子平平放着，然後我沒有這樣子哦，我一平了他就打我的手。暴力老師。然後如果轉來轉去，為什麼你沒有練習啊？應該是不可以這樣子罵吧？不鼓勵這樣子去說他，不鼓勵，我覺得很可憐對，不鼓勵。因為我自己也有身邊很多朋友，我自己沒有學鋼琴，因為我沒有什麼天賦。但是我有身邊很多的朋友，他是對鋼琴是很 phobia 的，因為他每一次要去學鋼琴的時候，我要去學鋼琴了，很 emo 的，好像世界末日這樣子，因為他很怕的鋼琴老師，因為很嚴厲，對，然後爸爸媽媽又一直跟你講很貴啊，你給我好好學啊，很大壓力耶。我曾經跟我媽媽講，我不要學，你懂得做我媽媽丟我的衣服去家外面，然後我怕，我就繼續學，我就帶着怕的那種心情去上課，懂吧？对，以前都會這樣子，以前我覺得我們都經歷過，你也是嗎？我也經歷過，就是我的鋼琴老師也是挺兇的。所以你是自己愛鋼琴，還是說是你的父母給你的期待呢？其實一開始是因為我的姐姐先學鋼琴，然後自然而然就姐姐學，那妹妹也去學。可是學到一半，哎呀，就是因為要去練習，要看音符，要去練習，因為看音符和練習就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然後而且是很枯燥的，對，很枯燥，然後很多東西要跟啊，這個要跟大聲啊，這邊要小聲，要跟那個拍子，又要跟那個又要跟，對，然後我一直 phobia 到我看大概我考到 grade 4還是 grade 5這樣子，我都不太喜歡。是什麼讓我真的愛上鋼琴？是可能在 grade 4或者 grade 5的時候呢，我被我的鋼琴老師測出了原來我天生就帶有 perfect pitch， 剛才那個絕對音感，原來我是天生的。然後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我以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原來身邊很多認識的朋友原來是沒有這一個能力的，原來我是天生就有自閉不天生就有那一個絕對音感，所以我糾正一下，不好意思。你應該可以發展這個事情啊，這樣子我的老師，然後就你應該好好的練，然後我就自己思考了一下，既然我有這樣的能力，那我就應該好好去發揮，因為有那個天賦。對，我覺得老師在就是學習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對。老師，我想問你，絕對音感的人，他是除了像我們按任何一個音符，他都可以唱得出，或者是他知道那個是什麼音，可以唱。对，因为我有遇過一些朋友，他是聽過一遍那個歌，他就立馬可以彈出來。對，那個就很厲害。我還沒有去到那個階段，可是好像我自己在教我的普通的學生的時候，我是閉上眼睛教。對，閉上眼睛，然後說，哎，那個 F 彈錯了，是 F sharp 這樣子。可是我知道，好像戲裡面這樣，你知道嗎？我有一個朋友哦，他去演唱會啊。他聽那個歌手唱到不準啊！對，我有這個問題，對，就是他有那個音的那個潔癖，對吧？是。然後如果唱到不準啊，他就會覺得很煩躁。對，我很理解，因為我也有這樣的問題，有利有弊吧，你的弊是什麼呢？其實絕對音感也是有弊的，就是好像你剛才講的，有時候不完美也是一種，也是一種藝術來的，也是可以去被接受的一個。所以，可是對我們這種絕對音感的人來講，就不能接受任何一個小小的音上的錯誤或者節拍上的錯誤，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敏感。可是後來歲月不斷的增長的時候，也覺得其實有的時候不完美也是一種藝術，應該去尊重每一個人的成果。但是以前就比較會批評人家。不是，我覺得老師很寬容大量，然後等一下我們唱錯任何的音，他就沒關係 ，OK， 那是不完美的美。對，不完美是一種藝術。崇拜了。那剛剛那個是 D 來的，你唱什麼哦？對，就是忍不住會去批評，好像去一些公開場合要表演的時候，這個音走了，你可以幫我調嗎？就會很喵這樣子咯。對，但是我覺得也是一種你們職業上面的一種專業啦。還好吧，可以了，可以這麼說啦。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唱歌會走音的人，然後我小時候唱歌。OK， 算好聽吧。人家講我唱歌好聽啦，至少我講話好聽。OK， 不是走音，不是走音，是編曲，另外編曲改曲。不是，我就是，我們要有那個創意。你走開。OK， 就是我其實
很自卑，然後就是會很不開心。小的時候，因為人家一直講，為什麼你一直唱錯這個音？你有沒有回去聽那個歌？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我聽了那麼多遍，我還是可以唱另外一個音出來。然後到了很長一段時間過後，我發現這個音感是可以訓練的。可以。就我現在這個階段，比起我可能12、13歲的時候是進步很多。然後但是要很用力的去練習，可以訓練的，可以後天的啊。对，它是可以後天的，只不過到現在還是會有走音一點啊，還是什麼。但是我現在是知道我可能走音了這樣子。但是以前也蠻抽象的，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对，可能你覺得 OK 這個音是 OK 的，不過人家聽到其實是走音。对，好像我唱歌然後我老公彈吉他。怎麼你的音跟我的音不一樣的？對，有沒？這個情景是經常會有的。對，你跟我的音嗎？我的譜是 D 哦，你的好像不是 D 哦，就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啊。但是我覺得這也是在音樂交流裡面的一個有趣的事情啊。對，很正常，這樣的現象都經常會有。那如果你好像剛才你談到的是天才的自閉學生，如果是普通的自閉學生，你遇到的那個難題是怎樣？就是在教了那一個剛才第一位的那一個之後呢，可能就是打開了這個路吧，然後陸陸續續就開始會有第二個特殊兒，第3個、第4個自閉兒，第5個，然後來的呢全部都是不一樣的自閉兒。你會選嗎？好像 OK 這個講話不方便，所以我無法跟他溝通，我就不收他。我沒有選呢，其實我都嘗試去接觸他們，去教他們。其實那個時候可能我的內心的一個想法就是，我真的很想接觸更多的自閉症兒童，因為越接觸的越多，我越知道怎麼樣去教他們，就是越懂得越吸收更多的那個不同的學習的來源啊。对，学習的來源，我更加有經驗，我更加有信心去應對下一個。好像你慢慢熟悉了他們的世界的邏輯，雖然你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理解他們，但是你可以盡可能的去同理。對，盡可能，對，盡可能。那你覺得最大的挑戰的，你怎樣去克服？其實一開始呢，我做了很多事情呢，真的是有想過，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改變那一些特殊兒的，就是可能他們裡面的一些想法或者他們的 interpretation 這樣子。然後呢，可是時間一久了，當我越來越接觸更多的特殊兒，也慢慢更加活躍於特教的這一個行業裡面的這個領域裡面呢，吸收，而且我自己也有去拜訪老師啊，去學習啊，去上短課程啊這樣子啊，然後呢就了解到一個事情，其實我們不應該去改變他們，因為每一個特殊兒或者甚至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我們都是 born different 的，就是我們都是不一樣的個體，他們也是每一個都是不一樣的，很獨特的，所以呢他們的系統，他們的 inner system 都是不一樣的，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去改變他們，我們能做的東西呢，就是可能我們 create一個更好的方式，讓他們可以跟更多身邊的人能建立起來一個連接。可能我用的方式是通過鋼琴學習，然後呢一直不斷的研發不一樣的一個鋼琴譜，學習的方法、節拍的方法、看音符的方法、唱的方法，還是怎麼樣的方法。也許我就是選擇了這一個媒介，我可以說是媒介吧，這樣子去讓這一些孩子可以有多一個音樂的這一個媒介呢，然後呢可以跟其他人溝通這樣子。我想問那些家長，他把他們的孩子送給你的時候，是已經知道他的這個兒子或女兒是有音樂上面的天分，還是說他其實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天分，就送給你？為了什麼而送？我可以說有一些真的是可能他們也在探索吧。我覺得有一些來找我的家長呢，其實探索的都有，就是可能也許是從親戚朋友的介紹。那麼有一些呢，的確是他們自己孩子在家裡，可能有時候父母在開電視啊，或者是開 YouTube 啊什麼，那個孩子聽到了那一些歌，然後可能自己就跑去旁邊的鋼琴那邊
彈出一模一樣的東西了，這樣子就是有興趣，有那個潛力，对，已經激發了，可能有一些在家裡已經有那一種表現，音樂的表現了。誒，我們大人聽都未必能彈得出，怎麼我的孩子聽了可以隨便聽了一首，可能應該給他一個機會，對，就覺得誒，是不是應該可以給我的孩子往這一方面去走下去呢？這樣子，所以呢，每一個家長的想法都不一樣。那他們會對他們的孩子有什麼樣的期待？請你教我的孩子成為什麼的音樂家，還是說讓他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未來？就會不會有這樣子的要求？要求可能他們很多都不會說一開始就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呢，他們比較關心的是呢，我的孩子能走多遠。其實我的孩子能在這一個走多遠，然後呢，其實在這個音樂學鋼琴，其實他真正能幫到我的孩子什麼？他們不會說我要我的孩子去做一個莫扎特還是貝多芬不會，他們其實真正關心說，我的孩子學了鋼琴之後，學了音樂之後，他會變得怎麼樣？他會成為怎麼樣這樣他們比較關心這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出路，對，他們會不會變得就是情緒更穩定？可能可以借助學鋼琴，就是可能有彈一兩首曲子，可以就是說 fill up occupy 他們的時間又或者是他們會比較開心。所以與其說是對於他們的未來有期待，反而是希望他們的孩子在他們成長的過程當中，就是跟普通的孩子一樣，也有一些的興趣，也有一些的愛好，然後也可以讓他們的生活裡面不單單只是活在自己的圈子，反而是可以通過音樂跟其他的人接触。对，他們想要知道可以獲得什麼益處啦，就是從音樂上。那你本身呢？你收到一個學生，其實如果是普通的學生，很多老師就會覺得 OK， 他幾時就要考到什麼什麼 grade 這樣子。對，那你自己的期待對他們的那個目標是什麼？每一個特殊兒，就是每一個自閉兒來到的我這邊學鋼琴，其實他們的目標都不一樣嘞。我們要視於那個孩子的症狀而定。有一些呢，我們會告訴，就是說可能通過頭那幾堂課，我們會告訴那個父母說，這個孩子我們設定他的目標呢是，這個鋼琴呢可以使他調整好他的本身的那一些指法協調左跟右的協調，那這個設為他的第一個目標先。然後呢，另一些孩子可能他們比較 ready 了，就是比較 ready，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有 potential可以去考試了這樣子那麼呢，我們就可以嘗試跟那一個父母談一下說 OK， 我們覺得你的孩子呢可能可以設定一個這樣的時間，我們會詢問父母的意見，說你有沒有想過說可以讓他去考試呢？我認為他有這個 potential， 那麼呢，可是呢那個時間可能會比普通孩子可能會長一些這樣子，我們都會跟家長進行這樣子的談話，這樣子。所以如果現在最高的 grade，你的學生有幾大的 grade？現在我是有一個特殊兒去到 grade 7了對，第7級了。幾歲啊？我想想他幾歲，應該有15吧，14、15了吧。15歲 grade 7。對，因為我真的是從小教到他大，他的成長或者是他的進步是很快速的，1年考1個 grade 吧，這樣子。厲害耶！可是，在前期，就是 before 他考 grade 1的時候也跟他就是調整了很蠻長一段時間。所以還要調整的東西是什麼？他的指法，他看音符的能力。考鋼琴的時候呢，到了每一個 level， 每一個 grade 要求都會不一樣。就是可能 grade 1會要求他懂得跟拍子。鋼琴考試呢，那一個時候在 before COVID、before 疫情的時候呢，都是都要面對面考官對，所以呢要教他怎麼跟考官溝通這個好難怎麼要回答問題考官問的東西可能他不明白那怎麼辦呢？對，要事先要 train 了先，要訓練。所以老師那些考官不會好像 spontaneous 問一些他沒有問過的問題，一定是跟着那個 syllabus 跑了的對，只是說怕他問的東西，因為考官很多都是外國人、英國人，可能那個口音對不一樣這樣子。然後我們會事先 train 那個孩子，一直練習說他會問這個問題，然後呢你跟着這個指標去回答這樣子。那个考官懂他們是自閉症嗎？知道的，因為呢我們在遞交那一個考試申請的時候呢，我們只有特殊孩子會附帶另一份
表格，那個表格呢是可以由老師或者是由父母填寫關於他所有的狀況，然後呢，在他考試的時候呢，他需要一些什麼特別的協助。但是這特殊兒童他們考這些 Grade 1 Grade 2的時候，他們是跟普通人的 Grade 或者是他們的 syllabus 是一模一樣的嗎？一模一樣的，就是說他跟普通的孩子學的鋼琴一樣的，全部是一模一樣的，對，一樣的。我們的考試所謂的可能我們 SPM 還是其他的話，特殊兒他們跟我們的考題是可能是不一樣的，學的東西也不一樣。對，但是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對，一模一樣的。只不過在遞交那一個特殊兒的那個表格那一邊呢，我們會特別說明說，這個孩子呢，可能他考官需要重複那個問題，可能3到5次，他才會。不過就是在談方面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了。對，就是你問的問題要問多2-3次這樣子，又或者是你說話可能要慢一些，又或者是因為他們要考視譜。所以你給他的視譜呢，可能要印的比普通孩子的大一些，這樣子。我們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寫在那个表格那邊呢。哇，這個是我第一次知道的哎。那你講那個自閉症的學生，他們在處理脾氣就是他們的脾氣方面會有不一樣的那種可能比較極端啊，或是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他們會做的那些東西。那你有遇到什麼是你覺得非常的難忘，讓你驚訝嚇到？其實呢，每一個特殊兒童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情緒的發洩啊，其實這個是可以被理解的這樣子。只是呢，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記得有一次我教到很累了，那一個小女孩的課是大概晚上7點多還是8點，可能我一整天從早上8點就是一直教到晚上，可能那一天我特別疲倦，而且有一點頭痛。幾歲啊？大概10多歲這樣子吧。當我在教她的時候呢，可能我就沒有察覺到她的那個情緒的變化，可能我正在教的那一首歌她可能不是很喜歡，而且那一個女孩呢，她沒有語言，對，她沒有很強的語言能力，她不會跟你對談。對，她沒有辦法就是以語言交流這樣子。其實她已經在開始顯示她的脾氣了，她已經有表情了。我其實不喜歡這首歌，那個火已經來了。可是可能我有點太累了，所以我就一直專注在她的指法而已，可是沒有對視到她的表情這樣子。所以呢，我就在毫無防備之下，那個小女孩其實她已經想宣洩，她很不喜歡彈那一首歌了，她直接就拿我的頭這樣子哈一下子啪下去，就我的頭當時就好像一個西瓜的頭這樣子被他這樣子哈撞下去。他撞你嗎？對，他就雙手繃着我的頭，就是這樣繃着啪下去，然後就是好像那些很大力打架片啊。對，如果你這樣子的，我們想象的是男生跟女生這樣子，就是你剛才那個動作，可是我們是浪漫派的。我是看古天樂那種戲的吧。OK， 老師你繼續。很慘的，那時就哇啪下去，然後因為那個力度太大了，它是直擊腦門，然後我真的暈掉去了。可是我暈的時候，我還是有一點點的醒的那一個意識，還有意識，所以我整個是暈過。可是我聽到他的媽媽是在那邊，Oh no，Oh my God，怎麼辦這樣子？他自己 Carol，Are you okay？這樣子就是他自己看着你吧。對，那個孩子還在繼續發脾氣，這樣子，還在好強哦。對，所以可是我還在沉浸他的情緒裡面。對，因為他還在發洩着嘛，就是其實他也可能忍到了一個程度了，他應該忍得很久，他也有忍耐，他知道我沒有在留意到他的情緒，所以他才就是沒有辦法再打鼾了，啪下去，然後我就是暈了一下，可是聽到他媽媽一直在咬我，在叫我 Carol 這樣子，所以我就撐着起身，然後呼吸5分鐘，然後再繼續教。哇，還可以繼續教。對，我現在老師不好當。對，然後第二天遇到暴力事件，頭就腫起來了，直接崩嘎了一大個。那這件事情之後，你會不會在你的教導的這個生涯裡面，會特別留意你的孩子的表情了？會，尤其是他。之後有大概2-3個月的課，我看到他有一點點動作，我就不好意思，我會
就是會小心。那其實老師，你教了特殊兒有多少年？如果真正算起來，我看有10多年了吧，可是10幾年正確的數目我想不起了。好，那在這10多年的歲月裡面，你覺得你自己在這個行業跟這個領域，你最深的領悟，或者是你覺得你在做的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麼？其實剛開始，當我接觸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天才兒童了，我的感受就是很辛苦而已。怎麼辦？我還要繼續這個事情嗎？我根本沒有信心，很沒有自信。然後怎麼辦呢？我要天天這樣子嗎？這樣子。可是後來呢，我有一點被感化了。其實本來我是想放棄的，然後是這個天才兒童他感化了我。他在發脾氣，有一天他發的時候，然後我就算了，你不要談了。OK， 可以讓你休息了。但是我就想，我在想，可能下個月還是下2個月，我跟他媽媽講，我不要教了。可是，那個孩子他發了很大通脾氣之後，他出去外面，然後可能大家冷靜了5分鐘之後，他回來，他坐下，他第一句居然跟我說的是 “sorry， 對不起”。其實你是有感覺的，對嗎？這樣子，然後我一直都以為他們沒有感覺，然後他竟然坐下 “sorry”。可是他的 sorry 是很快的，這樣子，沒有可能。可是我已經聽到了，就是你有感覺，然後就是很像什麼你聽到你就聽到了，你沒聽到就算了。有一點你聽到了這樣子，可是我聽到了，就是很清楚，因為然後我就開始在想，是不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呢？其實是不是我應該改變一下我自己？然後打開我的心去接受他們呢，然後從那一個時候我就開始說，好吧，來吧，有多少自閉兒都來吧，來吧，就我都接受，我都挑戰。可是在這10多年，其實這過程我崩潰了很多次，因為真的很多挑戰，是說來真的有淚水，就是崩潰了很多次，很多挑戰，因為不知道怎麼前進了。看到一個新的自閉兒，怎麼辦呢？他一直發脾氣，然後我的方法又好像不對，然後碰釘子碰很多次，我的寫的譜，我研究的譜出來，怎麼辦呢？都用不上啊。然後我可以做什麼改變？我的腦子都絞盡了，我還可以做什麼？有沒有對一些學生是放棄的？有，就是肯定有的，就是覺得我不要教，我可以嗎？可是眼淚流過了，什麼哭了，就是有時候家長看到我，你這個老師是不是真的可以 handle 我的孩子這樣子？然後可是睡醒第2天還是滿血復活，去教啦，這樣子啦，這樣子，然後就一天的，就是這樣子壓過來。我覺得最有挑戰就是他們的脾气。那現在你行為，你怎樣去就是觀察他們的脾氣啊，觀察他們的行為，有什麼方法嗎？所以呢，在開始我自己想回我之前，其實是我對他們的了解不夠，被他們的那一些行為和情緒呢影響了我。對，所以呢，後來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要真的成為一個專業的特殊兒鋼琴老師呢，第一呢，我對他們要很足夠的了解之外呢，第二，我要學習怎麼控制我自己的情緒，不讓我自己被他們的那個情緒影響到我自己。我要很清楚我自己是正在進行着對他們教育還有調整還有療癒的一個工作。那麼呢，首先我自己要很清楚我自己的那個定位在哪裡，然後呢，就是這樣子呢，我慢慢的調整了自己的心態，慢慢告訴自己 OK， 那我今天來呢，我是教導他怎麼樣去學習到怎麼彈那個曲子。那麼呢，當然我不能忽略他的所有的那一個行為，可能他有他的情緒啊脾氣啊，可是呢我不能被他影響。对，我不能被他影響，不能說他發脾氣我就被 trigger 了這樣子我一定要冷靜。他發脾氣什麼呢？我要站在那一個另外一個視角去理解他可能他內心有很多的掙扎，他內心有很多的不愉快，他說不出来。对，那麼我的責任就是我要看到他的需求，我必須是看到他的對症下藥，对症下藥，而不是陪着他一起發脾氣。我觉得他这个整个动作有點像輔導員。對，今天我很傷心，但我就跟你說，但是你卻可以用很 rational 很理智的那個觀點來告訴我，現在你這個指法錯了，所以你可以重新彈。就是他
對，他沒有把那個孩子的情緒轉移到他的身上，我覺得很不簡單哎。對啊，再加上我剛才聽 Carol 他分享的東西，我突然間頭腦裡面是冒出一個，你有點像獸醫。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因為獸醫其實是在不同的動物上面，他們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而且他們讀獸醫的時候是讀每一個動物的架構啊，什麼這樣子，我覺得他就是這樣，因為每個特殊兒童都是不一樣的，所以他要按照每一個不同的特殊兒童，他們的需要是什麼，他們的愛好是什麼，他們喜歡對待的方式是什麼，每一個都不一樣，就沒有辦法重複，沒有辦法複製的，你知道嗎？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特殊兒老師的挑戰，對對，而且是我10多年以來的一個。訓練出來的10多年的一個經驗出來了，因為我之前也是很 emo， 也是就是很不小心就被那個孩子帶到我的情緒進去，就我也陪他們一起發脾氣，他們發脾氣我也哈，你不可以這樣子啊。其實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這個做法有不太專業，這樣子啊，不太專業，也沒有辦法幫到那個孩子，也無濟於事。對对，幫不到那個孩子之餘，還害了自己的情緒，還 get 到自己，對对對，也讓自己受到情緒的傷害，這樣子，所以我就慢慢就是訓練到自己，哎，就好像他剛才所說的理智。rational 很不簡單。我覺得我正常人要對我老公理智也很難。Oh my god！ 這個有訓練到你的生活嗎？有的，肯定的。就我对我老公也是很理智的。今天就非常謝謝 Carol 老師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跟我們聊了很多，就是原來特殊兒童的老師是這麼艱辛的，而且每個孩子都不一樣，每個孩子都有他的特殊的另一面。那今天非常謝謝你，謝謝你，就是因為你肯教這些特殊的兒童，讓他們有更多在生活上面的那個機會。對啊，有不同的發展。好，那我們的妹妹透就到這裡咯，我們下次再見，拜拜。是，我們下一集再見，謝謝，拜拜。